一位驾驶一边吃便当一边讲电话，可能还要边喝饮料，这不是电影，而是我们每天在马路上看到的真实情况。在台湾，连过个斑马线都要赌上性命哦。那些不专心开车的驾驶，根本就是行人杀手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奇，欢迎来到杰奇的专利洞察。在这集影片中，你将会学到一项能够判断驾驶是否分心的专利技术，可以判断驾驶有没有专心，甚至能自动判断他是在讲电话还是在打电动。这件美国专利 US 1217439。简单说，它是一套判断驾驶是不是在分心滑手机的系统。它会用车上的无线讯号跟感测器来判断手机位置，侦测驾驶有没有在操作手机，甚至可以分析是在讲电话还是在打字，单纯听导航还是在看 YouTube。接下来我们用一个情境故事来说明这项技术哦。假日的清晨，小明准备开车和朋友去山上登山，他把手机固定在车上的支架上，发动引擎。这时车上的驾驶行为侦测系统也悄悄启动了。车子还没动，系统先做了一轮自动检查，感测器确认手机是在驾驶座，没人在操作，显示无操作模式，一切正常，可以出发。行驶过程中，车速感测器侦测到车子已经稳定前进，而手机也没有晃动，系统判断驾驶中小明专心没在滑手机，安全过关。但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荧幕亮起，来电通知跳出来，系统马上侦测手机的位置没有变，手也没碰它，还算安全。小明用语音助理接了电话，耳机一戴上，声音就从车内扩音器传出来。系统判定这是语音互动，没动手算是合格。坐在后座的朋友此时也在滑手机，不过系统很聪明，它能分辨这不是驾驶的手机互动，马上标记为非驾驶行为，不会误判。开到一半进入隧道 ，GPS 讯号消失了，但系统透过手机内建的惯性感测器和之前储存的资料，仍能追踪手机状态，完全不怕失联。导航此时播报前方弯道请减速，小明听得一清二楚，但他完全没碰手机，系统自动归类为被动聆听互动。后来小明忍不住伸手碰了一下手机荧幕，系统立刻侦测到这个动作，进入可能分心模式，车上的警示灯亮起，提醒驾驶注意。系统还很贴心的自动播报，建议将手机交由乘客操作，以确保行车安全。接着手机自动切换成驾驶中勿扰模式，避免通知弹出，影响小明专心。开到一处红绿灯，车子停下来，这时系统侦测车辆静止，判断风险低，就暂时允许手机解锁使用。小明没下车，座椅感测器显示他还坐在驾驶座上，手机也没移动，代表他没乱动，也没滑手机，互动风险低，系统默默记录下这一切。突然，后座的朋友把手机凑到小明面前，要给他看照片。系统立刻警告，非驾驶者应避免干扰驾驶手机区域。过没多久，穿戴装置侦测到小明心跳加快，系统判断他可能疲劳了，进入驾驶疲劳模式。于是系统语音问他，检测到您可能疲劳，是否导航至最近休息站？小明回应，帮我找附近休息站。语音互动模式启动。到了休息站，小明停车，拿起手机滑一下地图路线，系统辨识这是非行驶状态，就不做干扰，让他安心使用。接着他与朋友开始登山，手机也自动切换成户外模式，开始记录路径与健康状况。旅程结束，回到车上时，系统主动产生出一份驾驶行为报告，整段旅程无高风险操作，小明表现优良。根据专利揭露，本技术应用场域可在汽车、火车、飞机、会议室等有明确边界的空间。核心技术可以分为一、手机定位技术，由手机定位单元实现，用来判断手机是否位于驾驶位置、后座等特定区域。可使用多种射频讯号分析技术，估算手机在空间中的相对位置，例如 RSSI、LA、TOF、多天线接收与三角定位算法等技术。二、感测器融合技术，用来整合来自不同位置、不同类型的感测器资讯，包括手机内建的感测器，例如惯性感测单元、萤幕触控、音序感测等等；车内感测器，例如座椅压力感测器、车速感测器、车内 IMU 等等；车外感测器，例如临近车辆感测器或影像系统等等。三、类型分类机制，用来将前述资料导入分类器，例如多维分类模型，对使用者与手机的互动行为进行判定。这项专利虽然没直接说用到 AI 但它其实就是典型的感测器加行为分类场景。很多汽车科技公司都用 AI 来做这件事，比如辨识其驾驶疲劳、是否滑手机，甚至心率异常都可以透过机器学习模型来分析哦。读专利学技术原理，我是杰奇，谢谢你看到最后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